不知道你们近期有没有收到过腾讯客服或者是腾讯总部打到我们海外来的国际长途？就是被手机的默认的通讯录，它通过那个腾讯云标记为腾讯客服或者腾讯公司深圳总部的，就是那种座机电话。我从就是大概4、5月份的时候，我就收到过大概有个2、3次，包括我还有一位韩国的朋友也收到过，就是从中国的区号打过来的，然后被标记为腾讯客服的这个电话，但是我们当时都不在场，但是我们都没有机会接听，就相当于错过了未接电话。但是今天呢，这一次好巧不巧，就是在爱尔兰时间大概是中午12点的时候吧，我就收到了。然后当时正好我在滑手机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很好奇，我猜到了，多半有可能是说推销，是让我去买他们什么付费订阅的产品之类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很好奇，我就把它接听了。然后接听了，对方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男性的声音。好，然后呢，他告诉我，他说就是有人是冒用了我的那个身份证或者什么东西在国内，然后在上海徐汇区的有一个什么营业厅然后他还把具体地址告诉我，就是说相当于他盗用我的身份证注册了那么一个手机号，拿那个注册的手机号，以我的名义注册的手机号，又重新再去注册了一个微信。好，注册了微信之后呢，就是以那个微信叫做什么，就根据他们的说法是叫做家福募捐然后就相当于进行虚假的募捐，然后骗到了一些人，所以呢，他们就是果断的把那个账号给冻结了。冻结了之后呢，说因为是说是我涉及到，他们认为是我涉及到违规，所以就说要把我现在在用的跟我国内家人朋友联系的那么一个微信号要给他就是给他冻结掉。我那段时间就是都不是在国内的，就根据他们说法是说5月10号，然后包括那个登录后台所查到的 IP 地址什么的都告诉我了好，然后呢，后来客服就是那个客服说他也做不了主，说要跟他们经理联系，然后经理的话是一个大概听起来像是90后吧，90后一个女性的那么一个声音，还是普通话都很标准，他们普通话都很标准。好，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让我去给那个案发地的派出所去报案，然后报案之后呢，就会拿到那么一个报案的那个证明，然后把那个报案证明发给他们那个腾讯总部，那就行了。然后同时就是相当于前因后我们也告诉我说是具体的是上海的哪一个营业厅，然后那个 IP 地址是多少，然后也告诉我说发给他们腾讯的那个传真号是多少，然后那个包括值班的经理，他说是叫陈红，红是彩虹的红陈就是尔东陈然后他的工号是多少，他都告诉我了。然后因为当时主要是说我还是有一点怀疑，但是我看到我手机通讯录是就相当于说是被腾讯云标记是腾讯客服的官方的那个客服号码，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他们的嘛。好，然后他让我报案，可是我在国外嘛，你要去打国内的那个号码，就是你要打报警号码，那肯定是当地的报警号码接听，但是你要是打到哪一个派出所的号码的话，那是相当于6秒钟1块钱人民币的费用嘛。然后我就说那这居然是你们的事情，我是相当于是善意的第三者嘛，这个那肯定报案也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能不能帮我报案然后他说也没关系，他可以那个转客服，就是让我不要挂机，因为他是打国际长途过来的，然后就转到了就是那个就是他所谓的那个上海徐汇区公安分局吧的那个电话。好，然后转到那边的话是一个男性的声音然后当时打过去之后，他普通话很标准，而且就是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某一位博主吧，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位解说电视剧的博主的那么一个声音。好，然后呢，我相当于我也把前面的前因后果是复述了一遍。我说我现在想报案，因为我的这个身份证号被泄露了对，然后顺便的话就是前面腾讯客服他说那个就是我身份证号被泄露怎么样，我问他，我说我叫什么名字
泄露了那个身份证号是多少然后他们那边就是说没有权限，就是跟那个移动确认我的名字，说要报案才行。好，所以后来就是我也跟他复述了，我跟那位警官复述，我说就是前面腾讯他对我说，他说就是相当于有人冒用了我的身份证，然后去注册了微信去诈骗嘛，诈骗了。然后我首先呢就是想亡羊补牢，避免有什么其他的人受骗。然后第二的话呢，我也是希望这个腾讯能够派出所能够就是给我提供一个报案的证明，然后发给腾讯的那个传真号，让他的那位客服经理叫陈红客服经理去收。好，然后后来就是那位警官就是那位派出所的警官，他说居然是报案的话呢，就是那按道理按照法律是说需要我本人到上海去但是现在我在国外的话，那就可以线上做笔录。然后他说就是先不用去那个占线，不用占110的线，然后他们说会通过那个上海公安分局的号码打给我。好，然后他全程我都有录音，我待会儿再放到视频里面来。你说身份信息是怎么了？你说。因为就是我想就是请公安部门来开一份那个报案单的证明，然后发到腾讯的客服，然后他有一个传真号码，待会儿可以记一下。主要的情况呢，就是在5月10号的时候，然后有一位犯罪嫌疑人吧，他就是盗用了我的身份信息。就是这个还不是100%确定，有可能是身份证号，也有可能是有可能身份证，也有可能别的那个身份信息吧，因为现在那个注册手机号都要实名验证的。对，139-181-39139是吧？对，这个号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好，然后我接着说嘛，然后他是在上海徐汇区的这个南丹东路118-1号的这个营业厅，他在这个营业厅开通了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一个手机号，然后呢他拿这个手机号注册了有一个叫做家福募捐的一个微信，家就是家庭的家，福就是幸福的福，募捐就是我记一下，你说说等一下，你说利用这个手机号有注册的一个微信，是这个意思吗？对，注册了一个微信，你说微信是叫家庭的家，再来呢？对，家福募捐，家庭的家，幸福的福，然后募捐就是那个募捐的那个募捐，草字头的那个招募。家庭的家，幸福的福，募捐的募捐是吧？对，然后他是在那个上海徐汇区南丹东路118-1号的这个营业厅，他在这里来就是注册的那个上海移动的那个手机号。对，我记一下，南丹东路，在咱们徐汇区南丹东路，你说是118，对118-1号。对，徐汇区那边的确是有一个营业厅。对，所以这个号是在咱们徐汇区南丹东路的营业厅给开办的。对，他在那个营业厅开办的那个手机号，然后拿手机号注册了这个微信号，然后拿微信号进行相当于违规以群发的方式吧，就是违规的来虚假募捐，发布虚假募捐的那个信息。然后同志，我理一下，现在是先有人利用你的信息，你说是办了一部手机号，那他们又利用了这个手机号，又办了一个微信，是这个意思吗？对。你说刚刚通知你的是哪一个单位？什么单位通知你的？对啊，刚刚通知我的就是腾讯的客服嘛，深圳那边的，他就是他说他查到了，然后呢那个微信号的 IP 地址，他们也告诉我了，是你也可以记一下，是101，可以101.93点93是吧？对，然后再.39.39，然后.116.116，
101.93.39.116是吧？对，然后他就是以那个虚假的这个方式嘛，来群发，相当于来那个进行虚假来募捐，然后所以就是微信就把他的那个号给冻结了，然后他也要求就是腾讯也要求我就是来就是向你们报案，然后再提供一份那个报案的证明单，然后再请求你们发到腾讯的客服。对，报案证明真，对，然后腾讯客服的，你说，对，然后腾讯客服的这个传真号是，你也可以记一下，是0215，我记一说，那个，0215，对1610，对700。前头有没有区号？没有，就是0215，对0215 161，1610 700是吧？对0215 1610 700。对。对，就是发给有一位叫做陈红的经理，陈就是那个鲍尔旁陈，红就是彩虹的红，陈红经理就是备注说让陈红经理收，然后陈红经理他的工号是105236。105236是吧？对对。那同志，我先跟你了解一下，你本身证件有没有遗失呢？我的证件一直都在我这里，都没有遗失。那你现在是希望咱们警方怎么样来协助你呢？对，就是希望来帮两个忙嘛。第一个的话就是开一份那个我现在跟您的这个报案证明，然后再发到了那个腾讯客服的陈红经理那里这是第一个，因为之前就是腾讯客服他以为是我自己违规操作，然后他想动我现在的这个微信号嘛。我想后来我跟他们解释了，我说我在国外，我现在就是这个微信的话是我唯一跟家人联系的这个渠道，如果是说冻结的话，我会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惶恐吧。然后他们说那没关系，你们也就是我可以去报案，然后把那个报案的那个就是报案证明给发给他们，然后他们可以就来解决我这个解冻的事情。对，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就是来查出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 IP 地址还有那个网点，相当于查出那位犯罪嫌疑人嘛，然后来亡羊补牢，来避免我的那些就相当于避免有更多的犯罪团伙来盗用我的任何的信息，然后从事就相当于让更多的人受骗的那些活动。对，所以现在这个微信它已经有乱发一些虚假信息，现在是已经有群众就是上当受骗的，是吧？对。我这边会先以身份材料外泄的方向来帮你做一个立案，我这边先帮你填一份报案单。关于到手机号还有微信，那目前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线索，就是可以提供给咱们警方来帮你做调查的？对，然后那一天是发生在5月10号，就今年2025年的5月10号，所以如果是说当时的话，你人是在哪里呢？我人是在爱尔兰。所以你现在也是在，并没有在咱们国内，目前也是在国外的。对。5月10号人没有在国内，但是你距离上一次，你说，对，谢谢。就是我距离上一次回国大概有2个月，2个月。但是虽然我本人不在国内，但是呢，这个事情的案发地点嘛，它是在上海徐汇在这边的，因为就是腾讯它提交给我的材料，包括给您写的那个 IP 地址，然后那个营业网点都是在上海这边，所以就向上海是案发地点的这位就是向您来报案了。对。
那你本身之前还在国内的，有跟咱们上海地区经常是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吗？还是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对。好，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线索可以提供的？我想一下，我觉得如果是说能够去查到，就是5月10号那一天在那个徐汇的那个网点，它的那个监控的话，然后那就很容易去找到是谁来办理我的那个，就相当于谁冒用我的身份来办理的那个移动的卡号，然后那样子就可以顺藤摸瓜去找到盗用我，就相当于来发布虚假信息去欺骗其他那些受害者的那个犯罪嫌疑人了。对，没有错。来，我这边的，因为你现在人是在海外，那你现在要请咱们警方帮你立案，我们必须先帮你制作一份笔录。那笔录完成才能算是一个正式立案。那立了案，我们才有权利帮你到相关单位来做调查，理解吧？那你本身目前是在国外的话，如果说要你因为这个事情回到咱们国内，到咱们局里来做笔录，那这样好像也不太现实。你本身近期有没有回国的打算呢？就是近期暂时没有。这样吧，我待会线上帮你申请一份远程线上视频笔录。那简单来讲，就是等同于说你本人亲自到咱们公安单位来制作这个笔录。那笔录完成，我再先帮你通知相关单位，请他们在我们调查期间，先不要去就是影响到你正常有在用的，你说是微信，包含说你正常有在用的微信也是会受到影响，是吧？对对。来，我这边有看到你这个电话好像不是你这个拨打进来咱们徐汇分局的，对吧？对，是我就相当于用那个微信就是腾讯客服来转的，因为我这边就是我爱尔兰的手机号还没有开通国际，就是相当于不方便打那个国际长途嘛，所以就是腾讯这边帮助我转过来的，对。是他们协助你通报到咱们徐汇分局的，对吧？对。那代表说你这边也没有什么徐汇分局的电话，是吗？对。那按照公安部的明文规定，我必须让你清楚知道你目前是在向哪一个公安单位进行报案。你目前边上有没有浏览器呢？我有笔记本，有笔记本，然后也有电脑，对。来，那邵同志，麻烦你现在打开百度浏览器，你搜一下上海市徐汇公安分局。好，马上。那你第一个会看到咱们的官方网，对，你看一下。就是在等一下，我电脑可能开机需要就是我可以用手机吗？可以。对，上海徐汇，只要是可以上网的都可以。对，上海徐汇分局，对吧？上海市徐汇公安分局，对，有看到吗？看到了。等到你现在点进来，有没有看到一个徐汇公安？有没有看到咱们官方网？对，看到了官网，对。等到你往下滑，在最下方有没有看到咱们公安局的地址还有电话？地址是在天耀桥路901号。我看到了有一个中山南路2号。不对，还要再往下。你看到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对吧？整个网页的最下方会看到咱们徐汇分局的地址还有电话。好，马上啊，这个我需要加载一下。我看到了有一个，对，我看到了有一个派出所栏目，最下方的话，然后对，还要再往下。
对，还要再往下，有没有看到地址还有电话？02164868911。哦，看到了啊，看到，现在加载出来了，就是对，我看到了，对，邮编是200030，然后那个电话021。说到这，麻烦说你把地址还有电话记录下来，好吧？那因为这个是紧急报案专线，咱们不要专线太长时间，避免说有其他报案的一个群众想要联系进来是没有办法报案。那我待会到办公室，我会用咱们公安局的电话给你拨打，那你看待会电话响，你这个核对一下，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清楚知道你目前是在向哪一个公安单位、哪一位警官在进行报案，理解吧？啊，可以。记录好了是吧？记录好了。好，那我电话先收起，我到办公室拨打电话给你。对，您是拨打腾讯的这个号呢，还是拨打我爱尔兰的手机号呢？我这边有看到一部电话是，这个是你可以跟你联系得上的，是的。对，然后这个电话呢，你要加那个区号就是0353，就是0353是爱尔兰的国家区号。可以，我们这边有一个表格是能够看得到全球各地区的一个国码的，对，没问题。可以。好，行，那我电话挂上，我先给你拨打，那待会你先不要外拨占线，理解吧？行。好，那我电话先收起了。好的，谢谢。然后后来过了大概很快吧，10秒钟左右，我就收到了那个电话号码，反正是一个02开头的上海的一个座机号嘛，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他的警员号是多少，然后叫做贺正警官，贺就是贺龙的贺，正就是正义的正吧，他的那个警号是多少，然后他还让我在百度里面通过百度浏览器去搜上海徐汇分局，然后徐汇分局那个就是那下面就是那个网页那个官网的最下面嘛，会有徐汇分局的电话号码，还有他的那个地址、邮编什么的。他说就是说那个什么报案的话，他也有义务让我知道，这确实就是是有这么一个警员，然后是他们官方的那么一个号码号。然后我看他那个官网那还是我觉得我就相信那是真的那个警察嘛。好，然后后来就后来他又说，他说让就是那个取证的话是需要那个对，就相当于要视频通话的。好，然后视频的话呢，就是他说就是没法去让我去下载一个类似于微信的那么一个 APP，叫 Signal APP， 然后我是在那个叫谷歌应用商店吧去下载，我看它里面大概有1亿多的用户，也算是一个而且谷歌应用商店下载的那些 APP 通常都是那种比较正规的，它是经过了那个谷歌的那个杀毒嘛，然后后来我就下了之后，他让我去搜他的那个什么警号嘛，然后去跟他进行视频通话。好，然后后来就是相当于视频通话之后呢，就是那个就是我相当于我是没有开通那个权限嘛，因为新下的那个 APP 我不太放心所以说所有的权限所有的那些什么通讯录啊，或者说要发通知消息通知的那些东西我都给他就是选择拒绝。好，所以后来又过了1分钟，警察打我电话嘛，就是我收到不是未接电话，就没有收到，然后我就给他打过去，视频我就看到他背景的话大概是有一个相当于是有一个办公桌，然后办公桌上面就是很多一些书籍报纸之类的东西，有点乱吧然后而且它还是关着的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已经是相当于11点了然后呢同时他那个环境还有几套那个浅蓝色的警服。好，然后那位警官他很耐心的就是相当于要跟我那个视频吧，但是他是前置摄像头，他没有露脸，他没有露他的脸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我看到的那个画面就像我露了我的脸，然后在他那个画面里面就是一个就是 3D 的一个旋转的一个警徽吧那个就是国徽的那么一个图案。对，好，后来他就相当于把之前流程又复述一遍，他问我叫什么名字
他说这是做笔录的，所有的东西你要如实回答，不然的话那就相当于是没有法律效益的，就会作废。我说那行，然后让我报我的真实的身份证号，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报给他了。好，然后就相当于又把刚刚的那个流程嘛又复述了一遍，同时他也问得很清楚，问我家里有什么人，问我现在住的这个公寓爱南的这里有什么人，然后我的那个证件是不是一直都在身边，让我仔细的去回忆嘛，会不会是说熟人作案呢？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是不是就是或者是说有人他把我的那个相当于盗取我的身份信息进行诈骗什么之类的。好，然后同时他又让我去怀疑是不是就是在什么平台里面上传的我的身份证，然后我就说我说那就是微信了，微信，然后还有那个中国银行，还有一个那个交警的那个交警12306还是128，就是我当时想弄那个国内的那种电子驾照嘛，就是那个纸质的驾照没有带到身边，然后在外地去开车的话，电子驾照，所以就可能是说上传的那个身份证信息。然后同时他让我仔细怀疑，就是仔细去回忆就是最近回国的那段期间有没有就是在什么地方用到了那个身份证然后我想就是之前我在我老家那个中国银行，我去相当于要去换那个新的银行卡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实名验证，然后他问我，他说是不是用了那个柜台机，然后他说那柜台机里面就是他那个员工他操作的时候，他都是连接一个打印机的，那身份证可能就直接会被打印的我说那好像是的是的。他有问我，他说你身份证给别人上传或者复印的时候有没有加什么水印，说仅限某某某单位使用，然后隔日作废，复印无效。你说正常人他哪记得这个那我就没有他说没有，那你很可能是被盗了或者怎么样的。好，然后后来总共嘛就是聊了大概1个小时，总共做笔录做了1个小时然后后面最后他问我，他说你就是从刚刚到现在你有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然后包括就是当时说做笔录的那个环境嘛是在我楼下的客厅，然后他也要求我360度去旋转，他说笔录的时候就是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人在场不然的话就是相当于笔录作废，相当于有人教唆我去做的，不是我本人的意愿我也给他看了那个环境然后他告诉我，他说不要对任何人说室友家里人那样子的话以免打草惊蛇，说他们会去取证。就是因为之前那个腾讯客服的那个电话他打给我的时候，他已经对我说，他说是5月10号的那一天有人在上海徐汇区那个一个叫什么路的那么一个营业点118-1号的那个营业厅，是在那里盗用我的那个身份注册的那个手机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跟警察为什么会聊1个小时呢？我当时就想，你直接就是去调取5月10号的那个监控去营业厅，那不就得了吗？不就能够查到？为什么会问那么多东西？那也是有点纳闷的。然后最后呢，他提醒我，他说你这件事情不要声张，因为他们警方现在开始行动去取证，就是以免打草惊蛇，不要跟任何人，哪怕是朋友什么的。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我就想到了之前有一位大叔，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至少父母是站在你身边，他真心希望你好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是至少是可以告诉父母的对。然后第二的话，我也联想到，就他那么一说的话，我就联想到有一般传销组织嘛，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一些诈骗团伙，他也会不断的去告诉你，他说你不要那个就是跟任何其他人说起这件事情我们是全力来帮助你的好所以就是我就当时当场就是在国内11点多钟的时候，我给我爸妈打了电话打了微信语音，然后我爸妈他说100%是骗子，说这都是套路。我说这怎么可能，警察的官网，警察的电话呀？因为我爸他说的话他有一种天然的权威嘛，所以就在那一刻我就开始失去了对刚刚就是什么所谓客服或者警察的信任。然后我再去看他那个官网确实你在百度里面去搜，在谷歌里面搜，你搜上海徐汇公安分局，首先出来的是那个网站，但是那个网站第一它前面和后面多了2个冒号然后第二的话它那个域名嘛，虽然中间也有那个.gov.cn 就是相当于政府网站，但是呢它其他的那些英文缩写的
或者汉语拼音缩写的那些名字都很随机，所以在这一刻的话，我就彻底的意识到啊，那确实肯定是骗子，肯定是骗子。不过我现在就相当于身份证号姓名也泄露了，但是那个还没有被骗到钱，所以我意识到他们是骗子的时候，我就赶紧把那2个电话号码，就是打给我的电话号码，赶紧给他拉黑，然后同时呢，就是去看到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就让我下载那个 Signal 叫 Signal 那个 APP， 我看到了，他就是突然就出了6个未接电话，而且那个警员刚刚不是做完笔录了吗？做完笔录最后他还是说，他说明天要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间爱尔兰什么时间方便，时差是多少。好，然后所以后来我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天哪，那这件事情不是拖到持久战？一般你去报案备案什么的，你通常你把信息提供的时候，他就会让你等着的，有可能等1-2个月、半年都有可能，或者最后石沉大海也有可能。但你怎么那么积极？好，然后后面6个未接电话，而且第二的话呢，我就想你一般那种客服或者是警官那种报案的，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忙的，然后你那个效率会很高，通常问的那些问题都会言简意赅的，怎么会后来还跟我聊上了呢？然后这么一来一回总共3个小时，就是他这3个人，那肯定板上钉钉了嘛。因为就是你建立一个文物你就是你无论它的外观色泽、它的面料装饰，它只要有一样是假的，那它就是假的了，这边破绽百出，所以那肯定就是骗子呀。然后所以就是万幸嘛，及时止损了。所以后来我现在在想来反思嘛，我就觉得真的是人生如梦，梦如人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是演员而已。那所谓的那个腾讯的客服啊，然后警察呀，然后包括我，就是当然我是本色出演啊。最后在网上我们去搜嘛，就发现其实所谓的那个腾讯语备注的那些什么腾讯总部啊、腾讯客服啊，那些其实你是个人，你都可以去通过一些技术性的操作，你去把它备注成那种东西。那个警员他以那个徐汇区的那个所谓徐汇分局的座机号打给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有7个人被，相当于那个号码被7个人标记为诈骗，所以那也是第2个警觉。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我想到一般就是骗子他的那个套路千万嘛，他的那个网站的域名确实是只跟上海公安局真的网站域名只差1个字母，而且他的门户网站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像，而且那个就是腾讯的那个那个所谓的那个电话嘛，经过腾讯语音验证的，也是非常的具有欺骗性所以我也还是想对他们那个团伙说就是我们国外的这些人其实也没有，看上去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钱，大家绝大多数都不是这么富豪或者贪官的子女来出国外的，我们也自己吃过苦，也自己打拼过，大家都是阶级兄弟所以你的良心。但是呢就是我们去灵修这么久，你也可以知道，就是首先它是制造一种恐惧，然后再制造出一种紧迫感对，然后最后呢，你可以看到他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包括父母也不能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那个相当于高我的本心去想了，那这个是到底是走向合一还是走向分离的呢？因为万变不离其宗嘛，他最后的那个目的就是为了要钱，他就是相当于利用我们小我的一种恐惧，或者是说小我的一种贪念吧。他是利用人性弱点的对某样东西的贪念然后再制造出一种紧迫感你现在很着急所以你得听我的，你得按我的去做那这就是操纵，你就是通过本心你可以意识到的。然后什么叫真宽恕呢？就是第一方面我报案，然后把这件事情我在这个平台上面来说出来，然后第二呢相当于亡羊补牢，同时也提醒你们防范好，然后第二的话呢，我也要理解和同情，就是他们可能大家也许是国内现在就业形势的原因找不到工作，然后或者是想挣快钱，或者是怎么样吧怎么样，可是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也很想发财，我也很想挣钱，
挣钱的方式有千万嘛，你选择诈骗这一行，首先的话，他们其实比如说第一个打我的那个男生，也许他那一天他打了1000个电话，也就只有最多1-2个人，包括我回了他，前面要么被无视、被挂、被骂，就是你得承受各种各样的负能量啊。然后第二的话呢，哪怕是骗到了钱，他良心上面他反正也会有一定的煎熬吧，除非是那种大恶之人，他就是那种彻底没有下限的，不然多多少少，而且如果是说要是真的是说骗成了，那也是那个会造成来生的一种因果吧，就是佛学里面是说叫造孽，基督教是说叫最终审判。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你看现在中国政府它那个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公民都是相当于在政府眼里基本上都是透明人，到处都是实名制。你在中国骗中国公民的钱，他要么就不管你，要管你的话，一张红色通缉令会追你追到天涯海角，像你今后都一直是因为这种恐惧，然后达到那种无间地狱的这种煎熬，这个代价你能够承受得了吗？所以就是我也想对这个团伙来说嘛，就是如果是说你们还没有骗到任何人的话，你才开始玩这一个套路那你尽早的金盆洗手，去找其他的方式去挣钱去，那样子的话在法律上它可以就算作是终止犯罪，你们都不用承担任何的刑事，或者说新加入的，其中你们有谁新加入了还没有被骗到的，如果你就此收手的话，那就算是终止犯罪，你不会承担任何的法律后果。如果是说你已经骗到了有谁的话，也回头是岸。我也希望你们就是将来过了多少年出狱的时候，能够重新再去看我们这个告别娑婆奇迹课程这一个系列，就是时间之外的对话，觉醒的对话这个播客，来提升自己的灵性，然后来消业障用佛学的说法叫消业障，用基督的说法就叫救赎你们的罪孽。对，然后最后的话也是希望大家我们在海外能够平平安安的在灵性觉醒的道路上，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非常感谢。